说实话，看到伊斯坦布尔桥轮稳稳停在英国弗里克斯托港时，小编差点笑出声。之前还有人说中国要开北极航道是天方夜谭，结果呢，这执行力可不就是中国人办事儿说到做到的活例子吗？波兰最近对中欧班列放行速度跟开了倍速似的，现在总算懂了吧？不是他突然热心，是怕再磨蹭北极航道，把他那点中转生意都给分流没了，到时候可就真只剩喝剩汤的份儿了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星球热点，国家大事从不缺席，舆论场中抽丝剥茧，聚焦独家中国资讯。点赞、订阅加小铃铛，带你用不一样的视角读懂中国故事。最新消息，据浙江省海洋经济发展厅14号消息称，9月23号从宁波舟山港首航的伊斯坦布尔桥货轮已于英国当地时间13号抵达英国弗里克斯托港。消息一出来，不少人都惊了，这意味着全球首条中欧北极航道打通了。更绝的是航线细节，货轮先在青岛、上海、宁波收满货，从舟山港出发后直奔白令海峡，只用15天就穿出北极航道进入欧洲海域。尽管中途在北大西洋遭遇坏天气，不得不减速，最终全程耗时20天，比原计划的18天晚了2天，但这依然打破了北极海域危险难行的刻板印象。有网友扒了组数据更有意思，这次航行带了5000多个集装箱，相当于300多节中欧班列的量。传统航线走苏伊士运河要35天起步，北极航道直接砍到20天以内。难怪欧洲商家急着打听下次仓位，毕竟圣诞节的玩具、家电早半个月上架，销量能差出一大截。之前还有人说北极航道是鸡肋，现在看看，这哪是鸡肋，分明是香饽饽。一位货代从业者调侃道，明年肯定要抢破头，现在都有人来问能不能提前预定仓位了。我们再来说说中俄合作的神操作，这才是真双赢。伊斯坦布尔桥轮刚到港，14号财联社就报道了交通部部长的表态，愿意和俄罗斯一起提升北极航道的竞争力。这话听着简单，实则全是干货。北极航道大部分在俄罗斯北方领海，要想长期通航，少不了俄方帮忙，比如天气和救援得跟上。众所周知，北极天气说变就变，所以需要俄罗斯给实时气象、水文数据，不然货轮跟瞎闯似的。沿线救援点也得完善，真出点事儿能及时救急。还有港口设施得升级，俄罗斯北方港口现在的装卸速度有点慢，好好改造下，既能接中国的货，也能把自己的矿产能源运出去，双向赚钱不香吗？另外，现在航道1年只能走6个月，但欧洲圣诞节的货刚好夏天运，这6个月就够分流50%的货量。要是俄罗斯多配几艘破冰船，前面1艘开路，后面跟上10至20艘货轮，组团过冻海，通过时间至少能多2个月，而且破冰船费用大家平摊，每艘船多花的钱不到传统航线的5%，俄罗斯还能靠租破冰船赚一笔，这买卖简直血赚。对了，很多人以为北极航道影响最大的是波兰，其实错了，首当其冲的是新加坡。之前中国外贸货80%以上走马六甲海峡，都得经新加坡中转，新加坡也靠这个赚得盆满钵满。可一旦北极航道分流50%的货，新加坡的中转地位就得下滑，港口收入、物流生意都得跟着减，这可不是小事儿。但话又说回来，这真不是中国挑事儿，是西方自己把路走窄了。之前西方总想着垄断苏伊士运河、马六甲海峡这些关键航道，动不动就加价搞封锁，以为能卡住全球海运的脖子。可中国人偏不吃这一套，你垄断旧航道，我就开新航道；你靠地缘漫天要价，我就靠技术和效率建新规。这次北极航道通航，说白了就是中国用文破局，没动武，没挑事儿，就安安静静开了条新路，就这么水灵灵的戳破了西方的垄断美梦。如果动武，中国也不怕。这些年，中国海军远洋护航、极地科考的能力都在不断变强，都能给北极航道保驾护航。正如一位军事爱好者说的那样，不是要炫耀武力，是告诉那些想搞封锁的人，别想靠堵路施压，中国有能力保护自己的航运利益。整体说下来，小编觉得这次北极航道通航，与其说是开了条新航线，不如说是给西方上了一课。
它证明世界早不是谁垄断旧航道谁就说了算，而是谁能搞出更高效、更稳定的通道，谁就能掌握主动权。中国有制造和物流能力，俄罗斯有区位优势，两国联手把北极航道盘活，不仅中欧贸易更方便，还能重塑海运格局。那些靠垄断旧航道吃饭的势力真该醒醒了，在绝对的实力和效率面前，所有的垄断套路都不管用。如果说中国想通过北极航道摆脱西方国家的限制，那其中必不可少的一环就是破冰船。但很可惜，目前中国的破冰船数量仅3艘。就目前来看，俄罗斯无疑是绝对的破冰霸主。资料显示，俄罗斯目前现役的破冰船总数达到了42艘，其中34艘是柴油动力，8艘是核动力。这8艘核动力破冰船均由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运营。更值得关注的是俄罗斯的22220型破冰船，它是目前世界最新式的破冰船，从2013年开始建造，计划至少造7艘。目前首舰北极号、第2艘西伯利亚号、第3艘乌拉尔号和第4艘雅库特号已先后入役，剩下的楚科奇号、列宁格勒号和斯大林格勒号也在建造中。楚科奇号预计2026年服役，另外2艘2030年前交付。但即便如此，俄罗斯的破冰船仍有短板，现在它的核动力破冰船只能在北极西部地区全年航行，在北方海陆东部区域只有夏季和秋季能投入使用，其他时候在重冰环境下航速仅2至3海里，运营成本很高。同时，现有破冰船开辟的航道宽度只有33至34米，可油轮一般需要至少40米的宽度。所以，俄罗斯又开启了更强大的领袖级重型核动力破冰船的建造，由红星造船厂负责。这艘破冰船长209米，宽48米，满载排水量 7.138 万吨，轴功率120兆瓦，配备2个反应堆，能破 4.5 米厚的冰层，还能开辟50米宽的航道。俄罗斯计划先造3艘，每艘耗资16亿美元。首艘俄罗斯号2021年7月开工，原计划2027年投入使用，现在推迟到了2030年。而领袖级最大的优势就是能以12至13节的航速在极地全年航行，可谓排水量超10万吨、船体宽度超50米的船舶护航。除了核动力，俄罗斯在非核动力破冰船队建设上也没放松，正在建造4艘23550型破冰巡逻舰。不过目前俄罗斯大部分柴电破冰船船龄已超35年，随着报废数量会减少，预计到2030年将减半。看完俄罗斯，我们再把目光转向环北极其他国家。美国目前只有2艘破冰船，分别是重型北极星号和中型西利号。北极星号1976年服役，已近50年，属于超期服役，而西利号1999年服役。不过美国也在发力，新一代重型破冰船极地哨兵号正在建造，预计2029年交付。2025年3月，特朗普还宣布要建设48艘破冰船。加拿大有7艘破冰船，其中2艘是重型的，目前也在建造新的重型破冰船。John G. Diefenbaker 号计划2030年交付。北欧5国也都有破冰船队，芬兰有8艘，在破冰船设计与建造方面能力出众。说到这里，可能有人会问，中国作为世界第1大造船国，2025年1至6月在造船完工量、新接订单量、手持订单量3大指标上都保持全球第1，在破冰船领域表现如何呢？坦白说，中国在破冰船领域还有不小的差距，远不及俄罗斯，甚至不如芬兰和加拿大等国。目前中国只有3艘破冰船，第1艘雪龙号是1993年从乌克兰进口的，后来经过多次改造，全长167米，宽22.6米，排水量2.1万吨，可破 1.2 米厚的冰层。第2艘雪龙2号2019年7月交付，这是中国首艘国产极地科学考察破冰船，标志着中国在破冰船领域开启自主建造时代。它全长122.5米，宽22.3米，满载排水量 1.4 万吨，船体强度达 PC3 级，能破 1.5 米厚的冰层。第3艘是中山大学极地号，由民营企业家张新宇、梁红夫妇购买后捐赠给中山大学，由加拿大海军设计院设计，长 78.95 米，宽 17.2 米，满载排水量5852吨，可破 1.2 米厚的冰层，设计破冰能力等效 PC3 级。
虽然在破冰船领域我们还处在相对落后的境地，但中国已经意识到差距，正在加紧研发制造高能级极地破冰船。比如广船国际正在建设一艘深远海多功能科学考察及文物考古船，船长103米，排水量9200吨，能达到 PC4 级，计划2025至2026年完工。而在2019年第20届中国国际海事会展上，中国也展出过一款自主设计的极地重型破冰船，排水量2.6万吨，破冰能力达 PC2 级。小编相信，随着北极资源开发和北极航道的发展，中国在破冰船势必会有更多动作，就让我们拭目以待吧。好啦，今天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。如果你喜欢小编的影片，还请大家多多点赞转发，让更多的人一起见证中国进步。关注我的频道，这样既能回顾往期视频，又不会错过之后的精彩内容。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。